高考结束那天，我当着全班的面甩给谢念安一沓钱，我玩够了，到此为止吧。他弯着腰，一张张捡起地上的钞票，哑声说了句好。暑假结束，谢念安坐上开往清北的火车，而我飞往国外，开始漫长的化疗。多年后回国，我躺在病床上，因为治疗掉光头发，正忙着挑选假发时，病房门开了，穿着白大褂的谢念安和我四目相对，护士指了指我，谢教授，这是新入组的患者，已经签署同意书了。谢念安看过来的瞬间，我大脑变得一片空白。10年了，本以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人，突然变成了我的主治医生，还在我做排气操的时候闯进来，要死！我一咕噜爬起来，扶了扶歪掉的口罩，噤若寒蝉。虽然没有和他对视，我依然能察觉到那道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冷冰冰的，没什么温度，跟当年因为我做错题无奈又温柔的目光截然不同。陈俊杰，这是我们组的教授谢念安，您的治疗方案都是由他来负责的。我目光躲闪，匆匆点了点头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一旁的实习生捧着病历架，乖乖报起病史。陈俊杰，男，28岁，10年前体检时发现颈部淋巴肿大，初步诊断非霍奇金淋巴瘤，进一步病理检查发现，后面的不用说了。您认识这位患者？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装作很忙的样子摆弄手机，只觉得谢念安的目光落在我遮挡的口罩上，半晌，他语气平淡道：不认识，只是病例比较特殊。然后就挪到了旁边患者面前，直到他离开，都没再看过我一眼。我动了动僵硬的脖子，发现后背出了汗，看中的假发链接，因为这么一打岔，早就被抢空了。真倒霉。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谢念安早就把我忘了，连实习医生念出我的名字都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和谢念安刚认识的时候关系并不好，我仗着家里有点钱，无作非为，成绩更是吊车尾。班主任为了督促我好好学习，让谢念安坐我同桌。起初谢念安并不爱搭理我，每天就对着他那套试卷刷了一遍又一遍。他脑子好，性格好，样貌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穷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脑子不好，性格不好，坐在谢念安身边像个没有脑子的傻大款。好在我情商不错，全校男生给他送花写情书的时候，我给他买5年高考3年模拟，他全套考试卷都是我买的，不到1学期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那会儿真美好啊！我本来不爱学习的，一进教室就乖乖坐在谢念安身边，听他给我补习功课。1年的时间，总成绩提高了100多分，掐指一算，能考到京城去，不用和谢念安异地恋。要不是后来体检发现身体出了问题。病房里回荡着我的呕吐声，我抱着马桶，两眼发黑，发小拍着我的背，这么下去可不行，你反应这么激烈，我去找医生。我抓住了他的手，不用，习惯了，当年27次化疗，我一个人在国外不也挺过来了，坚持了10年，旧病复发，还不知道要遭多久的罪，要是回找医生，怕是要惹人家烦。发小不甘心，谢念安不是你的主治医生吗？我去找他，他一定有办法。我抱住了发小大腿，我的好哥哥，您消停点吧，您应该庆幸他没认出我，要是认出来，得给我开100次化疗。这时，一道清冷的声音自背后传来，谁跟你说要做100次化疗？我浑身一僵，头都不敢回。发小长舒一口气，谢教授，俊杰他不舒服，化疗的正常反应，如果他遭不住。后面谢念安跟发小说了什么，我没听见，因为我满脑子都是刚才的话，他不会听到了吧？晚间，护士来给我打止吐针，言语间带了点试探。你认识谢教授吗？我生无可恋的倒在床上，不认识。为什么这么问？谢教授从来不管这些事的，这次特地去办公室交代了你的主治医生，开了止吐针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瘦了很多，因为病痛的折磨，脸色并不好，与10年前比起来，实在相差太多。发小插了句嘴，你们谢教授才28岁吧？年纪轻轻就当教授了，你知道的真清楚。谢教授是医学本硕博连读，反正毕业那会儿才26、7岁的样子，他这个履历普通人比不了了。怎么，你要追我们谢教授啊？劝你省省，人家有喜欢的人了。发小朝我挤挤眼，就听见护士说，院长的儿子海归博士毕业，说不好什么时候就要结婚喽。发小的笑容僵在唇角，我揪了揪空荡荡的病号服，突然对衣服上的线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护士离开后，发小没忍住，俊杰，对不起啊。嗨，有什么可对不起的？我今年28了，不是18。那些高冷女神爱上我的美梦，早在10年前就不会做了。那天之后，我就没再见过谢念安，虽然见不到，但总能从别人的谈论里听到只言片语，不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，就是在实验基地搞研究，一周能来查1次房，指导一下用药方案。化疗的间歇期，患者可以出院回家，所以直到出院，我都没再见到谢念安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接到了高中班长的电话，陈俊杰，你还在京城吗？治疗怎么样了？电话那头熙熙攘攘的，十分热闹。学委的声音插进来，你生病的事怎么不跟同学们说呢？要不是班长提起，我们还不知道。我沈笑道，没想打扰大家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这样吧，你住哪儿？我们明天去看看你。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，还是给了地址。这些年家里为了给我治病，花了不少钱，多亏发小的帮忙，我在首都找到了一个还算便宜的房子，租了下来。1楼南面有个院子，要是身体好，能种些花花草草，还能养1条狗。高中同学一大半留在家乡发展，剩下的散落天南海北，所以这次来的人不多，也就5、6个。大家大包小包的把食材拎进来，本来想打火锅的，但是天热，我们炒点菜吧。没事，有空调怕什么？我也想吃火锅。大家吵吵嚷嚷的涌进厨房，家里顿时热闹起来。依稀还像是刚毕业的样子。班长边摘菜边问我，你有没有联系谢念安？我愣了1秒钟，什么？泽，你不知道他是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啊，专治淋巴癌，你问问他多好啊。我委实不想跟谢念安扯上太多关系，结果门铃突然就响了，紧接着就听同学发出热闹的呼喊，谢念安，你终于来了！哎呀呀，大教授，好久不见，进来坐。陈俊杰想吃火锅，你是专家，你来说到底能不能吃？我傻愣在原地，没有戴口罩的脸瞬间像是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，满是焦灼。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联系到了谢念安，而且是在我脸都没洗
口罩都没戴的情况下，可他打了个照面。谢念安平静地看向我，吃清汤锅吧，好好好，听大教授的，不要辣锅。班长主动调节气氛。哎呀，再怎么样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谢念安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陈俊杰计较，快帮忙摘菜。谢念安怀里被塞了个绿水筐，里头装满了空心菜，他被推到沙发对面坐着。霎时间，客厅里就只剩下我们俩。墙角的空调发出咔啦啦的噪音，我避开他的视线，急忙摸出屁股后面的口罩，正要往脸上戴，谢念安啪的一声掰断了空心菜的根部，反正都认出来了，还有遮的必要吗？客厅里的气氛有些尴尬，不，确切的说，尴尬的只有我。我斟酌了片刻，讪讪的把手缩回来，有些沮丧。我以为你没认出我，所以前几天在医院没打招呼。不需要，什么？我们不熟，不用打招呼。谢念安低着头，熟练的摘着空心菜，全然没有跟我聊天的意思。我默默点点头，身份又笨拙的往前推了推水杯，你喝点水。不渴，谢谢。怪冷淡的，他拒绝了我。我不好继续热脸贴冷屁股，干脆就这么坐着，拼命回忆住院期间有没有干过什么丢人的事。班长从厨房里钻出来，陈俊杰，厨房用纸没了，你给我拿一卷。好，我匆忙起身去柜子底层翻找，房东的旧家具有些年头了，拉个抽屉，整个柜子地动山摇的，顶层倒扣在墙上的照片框率先受不住，发出几声低哑的呻吟之后，便朝下倾倒。下一秒，我眼前一暗，谢念安捏住了倾倒的画框，因为逆光的缘故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觉得他周身冷飕飕的，不怎么开心的样子。谢谢啊，谢念安没理我，等我从画框底下钻出来，才看清他目光所及。当年我偷拍谢念安睡觉的照片，剩下的阳光透过树的缝隙，落在少女清俊的侧脸上。这一刻，我在考虑把照片抢过来吞下去的可能性。陈俊杰，解释一下。我沉吟片刻，下意识抬手抓了抓脑袋，抓下了一缕头发。在谢念安冰冷的目光中，我沈笑道：“这不是前任强吗？哈哈哈，我就是纪念一下。”是吗？谢念安指着我和发小的几组合照，冰冷的声线有了波动。按照你的意思，你还跟男的谈过？我咽了口唾沫。对啊，我都谈过。谢念安锐利的视线仿佛要将我烧化，我渐渐的笑不出来了，眼神四处乱瞥，就是不敢看他。俊杰，你们……班长拉开厨房门，刚想说点什么，察觉到怪异僵持的气氛，陡然住了嘴。谢念安沉着脸，把相框放回原位，拎起外套往外走。哎，谢念安，你干嘛去？医院有事，先走了。不是，陈俊杰的事还没说完呢。谢念安，你留下吃个饭。谢念安站在玄关，看了眼沉默不语的我，似乎在等我说些什么，可是让他失望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谢念安发出一声很轻很轻的讽笑，我一个不受待见的前任留在这，有必要吗？咔嗒一声，门关上了。谢念安走了，他的离开让气氛沉闷了一小下，但是很快就被班长喷香的火锅冲淡了。班长，你可以啊，这么多年手艺不减。班长乐呵呵地端着茶杯，对我扬扬头，俊杰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改天说说他，他还能不给我老班长面子吗？其实我倒真没那么难受，反而对谢念安有种愧疚感。在我的认知里，我和他本来就不应该有过多的交集，我也不好因为自己的病再去给他添麻烦。大家热热闹闹吃了顿火锅，一瞬间好像回到了高考前的那段日子，大家兴高采烈地谈论未来和理想，约好毕业旅行。那会儿我和谢念安是同桌，临考前一周，他从办公室回来，看见我拿着水彩笔在一张地图上鬼画符，他问你在干什么？我举起地图在他眼前挥了挥，不认识啊，这是京城，上面用红笔画了2个圈，这是你的学校，这个就是我的学校。我又用笔连了条直线，2点之间直线最短，这就是我们俩以后的距离。谢念安忍俊不禁，你要考来京城啊，你不高兴吗？他在我身边坐下，轻声说高兴。结果我运气不好，没几天就收到了体检报告，化验单糟得一塌糊涂，医生建议我爸妈赶紧带我去京城详查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我应该上不了大学了。我旁敲侧击地问谢念安，喂，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很严重的病，去不了京城，你会怎么办？谢念安的笔一顿，皱起眉，你得病了吗？呸，别皱我，你才得病呢。网络测试题，认真答，我应该能考上最好的医学院，改一下志愿就好。一句话说得我心烦意乱，我胡乱把我的语文卷子推到他桌子上。好了，做你的题吧，呆子。明明最喜欢语文的人，想不开学医干什么？高考快要结束的那天下午，我开始流鼻血，血沾到了高考卷上，不知道算不算污染卷，这都不重要了。我连夜启程去了京城，站在京城繁华的街道上，一度难受的想哭。京城之约竟然是我先一步来了。再后来确诊，返乡收拾行李，我当着同学的面甩了谢念安一沓钱，为这一段感情草草画上了句号。第2次住院还是原来的病区，只不过这次的病友换了。上次的小朋友月初刚去世，从这个病区拉出去，还不到5岁。发小听到消息红了眼睛，泪汪汪的看着我，我正恼火的跟卖家扯皮，你看我像不像银行劫匪？亲，咱们都是合法公民哈。下一秒我头顶丝袜发过去，那我买帽子你给我系丝袜。谢念安进来时，我刚收到淘宝退款，几乎以闪电般的速度拱进了被子里，只留了个屁股在外面。陈俊杰，谢念安嗓音淡淡，我撅着屁股瓮声瓮气。陈俊杰不在，我是他发小。谢念安还是揭开了我的被子，我头发乱糟糟的，跟条土狗一样，做贼心虚的仰头看他，他脸色很冷，唇抿得紧紧的。旁边有个男医生笑着说，念安调整了下你的用药方案，本来想跟你说的，结果一进门就看见，后面的意思不言而喻。病房里的病友都被逗笑了，只有谢念安没笑，看来你现在无心听这些，我明天再来。别啊，谢大教授，您说，我认真听。我匆忙拽住他的衣摆，谢念安的目光落在了我的指尖，张了张嘴，眉头皱得很深，一瞬间让人误以为他想哭，我真是病糊涂了。谢念安站在床边，毫无感情地交代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每一句都恰到好处的停顿，确保我听明白了。他说想换一种新药，效果不错，但是副作用也大。我靠在床边，笑眯眯地说，嗨，
我知道，临床试验嘛，总是需要人参与的。我没上大学，对社会也没啥贡献，就算最后失败了，也没什么遗憾。陈俊杰，我不会拿人命当儿戏。谢念安的唇抿得很紧，不苟言笑的样子，莫名让我安下心来。新药的副作用来得特别快，白天用上，傍晚我就抱着马桶，差点把胃都呕出来。随之而来的是烧心烦躁。趁发小回家休息的空档，我一个人推着轮椅来到了医院外头的小花园。黄昏，夕阳平静地铺衬在湖泊上，我吹着风，不时偶上几下，再抬起头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男人。陈俊杰，好巧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是那天站在谢念安身边的男医生，忘记问他叫什么了。不过他很快就解答了我的疑惑，对着伸出手自我介绍：延安。我握住手，晃了晃，被他无名指上的戒指晃了下眼睛。我记得这个医院的院长就姓严，他不会就是院长的儿子吧？要和谢念安结婚的那位。延安站在我身边，语气温柔：你跟阿念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反应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他口中的阿念是谢念安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。前任现任，向来如此。我扶了扶歪掉的帽子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只是同学。我沉默了会儿，只是同学。延安轻声笑了，这跟我听到的可是不一样的。你是谢念安的前男友，高考结束那年甩了他一沓钱就把人家踹了。他这话说的相当不客气，大概是来替未婚妻出气的。我不说话，他低着头继续说：因为什么？你得病了吗？你想用这种方式推开谢念安？我还是不说话。风呼啸着穿肩而过，我听到延安嗤笑道：好蠢，真是多亏你了，我才能和谢念安订婚。我病了这么多年，病得都快磨没了脾气，听到这话却还是忍不住还嘴，那跪下谢谢我，再给我打500万。我斜愣他一眼，没好气道：你想听什么？听我后悔了。延安不怒反笑：你没有后悔吗？后悔了。延安一怔，就看见我大言不惭地笑着说：我这就去把谢念安追回来，我要跟他告白，哭爹喊娘的说我还爱着他，让他立刻踹掉你跟我结婚。我昂首挺胸，就等延安露出吃屎一样的表情，结果他只是表情古怪地看向我后方，笑着说：谢念安，你前男友要是跟你表白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笑容一僵，仿佛一脚踏进了无底洞，回头对上谢念安冷淡的眼神，脸上跟泼了辣椒油一样。谢念安的白大衣被夕阳染成了耀眼的橙色，冷淡的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你可以试试。我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。是什么？说你还爱着我。这一刻，金色的夕阳刚刚好从粼粼湖面上折射而来，摔进了我的眼睛里。我在一片头晕目眩里，只听见他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带着横跨10年的回响。他说：你可以试试，说你还爱着我，你看看我会不会回到你身边。我被嗡鸣声充斥着大脑，待回过神，看到的是延安翩然离去的身影和渐渐朝我走来的谢念安。我坐在轮椅上，两腿重若千斤，任由谢念安接管了我轮椅的使用权。很难说清楚这一刻的感受，尴尬、自卑、难堪、后悔，一层一层的情绪叠加在一起，变成堵在喉咙口的巨石。谢念安推着我沿着湖边往前走，风带来他淡淡的质问：不打算说吗？我低头抠弄着指甲，说什么？难道你刚才的话都是信口胡诌？我蔫哒哒的低着脑袋，想到了帽子下面日渐稀疏的头发，刚才是赌气，现在是心虚。我是有多厚的脸皮才说得出让他回来的话？陈俊杰，谢念安陡然住了脚，耍我很有意思吗？喜欢对你来说就这样廉价。他生气了，我感觉得出来，我没有耍你。我尴尬的低着头，刚才是为了吵架，下次不会了，给你造成这样的困扰，很抱歉。以前我总能敏锐地察觉出谢念安的情绪，然后在他生气前笑嘻嘻的光速滑跪道歉，可这次我真的笑不出来。谢念安说，我和延安的确是要订婚的，不过那是他父亲的一厢情愿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蹲下平视着我，今天是我让他来的，那些难听至极的话也是我让他说的。我被他近距离的注视，心底陡然窜出一丝火气和委屈。明明我都这么倒霉了，一个快要死了的人还要被追着杀，那真是恭喜你了。我语气酸溜溜的，带着刺，没有我踹你，你还做不了院长的好儿媳。是，所以我说你蠢到家了。谢念安，我不想吵架，我难受，我想吐，我眼圈一红，眼泪吧嗒掉下来。当年的事，我跟你道歉，我不该伤害你的感情，不该当众羞辱你，是我做错了，你能不能放过我？谢念安紧紧捏住了我的肩膀，埋头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抬眼看着我，你觉得我在意那个什么？他眼眶红了，牵着我的手去摸自己白大衣的衣领。我都走到这条路上了，陈俊杰，你觉得我在意你的羞辱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才跟我分手吗？本该学语文的谢念安成了医生，他扔掉了喜欢的志愿，此刻站在这里，站在我眼前，眼底是满到快要溢出来的委屈。他质问我，我吃了这么多年苦，来到你身边，凭什么你说一句放过我，我就要远远滚开？我愣住了，那个实验招募是我托班长发给你的。谢念安目光灼灼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我的脑子很乱，当年的事我只告诉过班长，并请他替我保密，难道是他告诉了谢念安？风渐渐大了，远处有护士在喊我回去。谢念安站起身，收敛了情绪，破罐子破摔道，陈俊杰，你在生病，我不跟你闹，但是你永远别想摆脱我。外面回来后，我就一直坐在病床上发呆。发小在我眼前挥了挥手，怎么了？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谢念安他学了医，我知道啊，我又不傻。对上我红彤彤的眼睛，发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张大了嘴。你是说他学医是为了？这天晚上发小回家后，我给班长打去了电话。喂，俊杰，有事吗？关于谢念安的事。班长突然沉默了。俊杰，对不起啊，我把你的事告诉谢念安了。果然，我颓废的将头埋进膝盖里，叹了口气。班长有些急切，我知道这是做的不厚道，但你当时走得太急了，给人甩了一沓子钱就玩失踪。谢念安在我家楼下堵了我整整1周，搞得那群招生办的老师也跟了过来。我爸妈以为我成绩不错，差点开席庆祝。最主要的问题，7天他活生生瘦了10斤，你要是见到他那个样子，也不忍心瞒着他。后来知道他改了志愿，怎么说呢？我心里也不是滋味，我怕你怨我，这些年就一直没敢说。俊杰，你在听吗？我擦了擦眼泪，哽咽道，我听见了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你俩的事好好沟通一下。好，挂。
挂断电话，室内陷入了死寂。我攥着手机，胸口闷闷的发疼。漆黑的病房里传来我压抑的呜咽声。我觉得自己像个蠢驴，自以为是的安排好了一切，以为把所有人都瞒得好好的，结果最重要的人一开始就知道了。黑暗中突然泄露出一丝光线，病房门打开了，谢念安站在门口，和满脸泪痕的我四目相对，他神色一紧，快步走近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濒临崩溃的情绪再也压不住了，突然嚎啕大哭。你为什么要改志愿啊？笨蛋，我根本不需要你，你听不明白吗？谢念安一愣，表情突然松懈下来，抿着唇默不作声的挨了我好几拳，脾气好到过分。你找过班长了？我眼睛酸酸的，那就行了。什么行了？谢念安蹲下身，仰头看着我，眼神亮得可怕。我们和好，不分手了行不行？我的身体下意识的后缩，突然被谢念安紧紧攥住肩膀。陈俊杰，谢念安拔高了声音，迫使我看着他。我知道你在怕什么。他抬手起誓，我发誓，我不会为你放弃生命，哪怕有一天。他的唇在颤抖，声音也在颤抖，哽了片刻，似乎极其不愿意说那个词，但还是说出来了。哪怕有一天，天人永隔，我谢念安发誓，绝对不会为了陈俊杰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他捧着我的脸，轻声说：“这样，你愿意说你爱我了吗？”风透过半开的窗户，吹着我湿漉漉的脸颊，带来一丝凉意。我就像一只倦鸟，一个人飞了10年，只有不住的扑腾，才能像个活人一样乐观、积极、勇敢地对抗病魔。可是我也会怕，会绝望，会埋怨上天的不公，痛恨自己的倒霉。我找不到承载自己的那片森林，一旦放松，就会坠入负面情绪的深渊。我好累，累到想找谢念安靠一靠，哪怕只有一天，让飞累了的我有个地方落落脚，然后等明天的太阳升起，张开翅膀，继续飞向死亡。我抱住了谢念安，埋下头，哭泣出声。第2次化疗结束，我体重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房东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儿子要结婚，房子不给租了，他赔给我双倍违约金，要我2天内找好住处。我跟房东掰扯的时候，谢念安就坐在我身边，他蹙着眉，要我跟他谈吗？我挂断电话，不用，违约金挺高的，那些钱足够我找个新房子了。这些年我为了看病东奔西跑，居无定所，早已习惯这种事，搬到我那儿去吧。谢念安默默移开目光，离医院近，看病方便。一向开朗的我有点笨嘴拙舌的。这样会不会给你添麻烦？不麻烦。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搬进了谢念安的公寓，一个医院附近还算不错的小区。谢念安要上班，把密码给了我，行李让搬家公司放客厅，晚上我来收拾。我站在房子里挠了挠头，没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跟谢念安同居了。第一次置身于他的私人底盘，我有些小心翼翼，不敢乱瞧乱看，规规矩矩坐在沙发上，问谢念安我住哪都可以。他工作很忙，对于我的疑问并没有任何回复。我硬着头皮走进右侧的一间房，衣柜里挂满了谢念安的内衣，是主卧。我合上门，打开了另一间，把自己的行李箱放了进去。天色渐渐暗沉，我做好了晚饭，摆好碗筷，等在餐桌前，不知不觉就等睡着了。谢念安推门进来时，我正趴在桌子上做梦，假发歪歪扭扭的扣在脑袋上，掉不掉的样子。等他来到我身边时，我突然惊醒，你回来了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谢念安看我的目光比在医院时更加炽烈，我慌不择路，扶正了假发，站起来，我吃过了，就先去睡了。谢念安收回目光，低声说：“好，我工作忙，下次别等我。”好的。我飞快地溜回了客卧，对着镜子检查自己的假发，心里懊悔不已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，刚才好像掉下来了。谢念安没看到我的头顶吧？我咬咬牙，把假发摘下来，垮着脸叹了口气。我从小就自诩帅气，前几年病没复发的时候，头发也是乌黑浓密的，可如今镜子里的我，顶着一头稀疏的头发，完全笑不出来，丑死了。这才第2次化疗，再过几次就该剃光头了。嘟嘟嘟，是谢念安在敲门。洗漱用品摆在洗手间，要出来洗漱吗？我立刻关掉灯，钻进被子里。不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外面再也没了谢念安的动静，他在门口站了会儿就离开了。我等到后半夜，外面的最后一丝亮光消失，才从床上跳下来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准备去洗手间洗漱。结果一丝微弱的灯光从客厅方向传来，谢念安就坐在沙发上，身旁堆满了资料，旁边的小台灯照亮了他的脸。谢念安轻而易举就看到了鬼鬼祟祟、没戴假发的我愣住了，不知道该关上门继续装死，还是走出去如常洗漱。谢念安放下手里的资料，起身走来，我刚睡醒，要去洗漱，别动。谢念安握住了我遮掩脑袋的手，把我抵在墙上，随后湿润的气息扑洒在我的脸上。他吻了我，我身体一抖，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。他的身影遮挡了唯一一丝光线，昏暗的环境让听觉无比敏锐。我们呼吸交缠，唇齿相接，我听到了谢念安的衬衣摩擦我头发的声音。我们亲了好久，久到我开始呼吸不畅。再躲我，我下意识低头，可想到头顶要暴露在谢念安视野里，又飞快把脑袋扬起来。谁要躲你啊？自恋。谢念安摸了摸我的头发，瞳孔里倒映着我的影子。这样顺眼多了。哪样？不戴假发的模样。他蹭着我的鼻尖，轻声说：“早就想吻你了。”看你紧张假发的样子，我就没敢动手。我偏开头，自暴自弃地说：“别看了，好丑。”不丑，很帅气。骗人。谢念安勾住我的手，拉着我去了洗手间。刚才我有事要跟你讲。他摁开了灯，洗漱台上的东西一览无余，显眼的地方有个电动剃头刀。他看着镜子里的我问：“你会剃头发吗？”我咬着唇，我还不想那么早剃，至少现在还有毛。谢念安把剃头刀递给我，我是说你帮我剃，你疯了吗？我看着他浓密乌黑的头发，紧紧蹙着眉头，脑海中开始不受控制的出现谢念安光头的样子，虽然不会丑，但有点怪怪的。谢念安自顾自地搬了个小马扎来，我太年轻了，我希望你能帮我剃成患者信任的样子。剃头刀插了电，正在嗡嗡作响，
我眼睛一酸，强忍着要哭的冲动。我不要，他分明是要陪着我。谢念安笑了笑，握住了我的手腕。别怕，来。他的手很稳，随着嗡嗡的震动声，谢念安的头发落了地。他真是一点都不心疼，一点头发都没留。我看着镜子里的他，瘪了瘪嘴，真是事与愿违。你看起来更年轻了，像刚进医院的实习生。剃头刀被扔到了一边，谢念安站起身来，看着我发红的眼睛，低头在我唇上轻啄一口。剃个光头就能天天和你黏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好。等我给你剃头发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记恨我，因为你已经把我给剃了。我没忍住，破涕为笑。那我也会记恨你的。镜子里倒映着两人的脸，一个泪汪汪的，笑得很滑稽，一个笑容开朗，眼神宠溺。他靠在我的怀里说：“好，那就黏着我，怎么骂我都认。”后来我买假发的时候，还是给谢念安买了一顶，因为有好几次他的学生看到他都是目瞪口呆的样子，我觉得有损他导师威严。谢念安欣然接受。至此，只有回家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才会摘掉假发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疗程结束，病情基本稳定，没有再继续恶化。班长为了庆祝，又举办了一次小型的聚会。俊杰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这次我就先不请他了，咱们主要是给你庆祝，免得见了面尴尬。我接电话的时候开了免提。谢念安正在修灯泡，他垂眸扫了眼手机屏幕，淡声说：“我和俊杰会准时参加的。”班长卡了口老痰，咳嗽半天才惊叫：“念安，你怎么也在？我跟他复合了。”电话那边传了班长打翻了杯子的声音。谢念安从凳子上下来，接过电话：“周六我有时间，地点定好后发给俊杰就好。”挂掉电话，我急着问：“你周五夜班爱？要不算了，咱们别去了。”班长只有中午有时间，不要去的。10年前的同学聚会，你和我都没有去，我不想错过这次。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我转身揉了揉眼睛，笑着说：“那我去挑一顶漂亮的假发。”好，帮我也挑一顶。这次聚会的气氛明显比上次好了很多，大家热热闹闹的，颇有老友重逢的感觉。我和谢念安一进来就被拉到了包间最里头，左一圈右一圈的同学围着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复合的？谁先主动啊？上次你俩什么情况？是吵架了？我红着脸，不知道该从哪里说。谢念安淡定的很，一一作答。几个月前复合的，我主动。上次是我不好，跟他闹脾气。大家一脸姨母笑，陈年往事倒豆子一样往外说。当年我是第一个知道俊杰喜欢念安的，他亲口承认的。拉倒吧，你能有我早。我撞见陈俊杰往那年安桌子堂里塞情书，我看见陈俊杰偷亲谢念安的照片。我靠，什么时候？高一下，年级公告栏上，念安第1名，照片挂在第1排。陈俊杰鬼鬼祟祟的偷亲，我脸涨得通红，在谢念安认真思考的目光中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凑到我耳边，低声问：“你亲过我的照片？”湿热的气息弄得痒痒的，我连忙躲开，小声狡辩：“就亲过，怎样？”谢念安笑而不语，话题很快转到了他身上。对了，念安，你家是搬家了吗？去年过年我回家的时候发现你家里没人啊。谢念安语气平静：“不清楚，我很多年不回家了。”他没有继续往下说，同学也没继续问，只有我敏锐地察觉到谢念安的情绪不太对，还不等细究，就被喝大了的班长拉入了新游戏——真心话大冒险。大家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，毕竟大家都在京城，这些年下来也出了几对分分合合的情侣。我本来想旁观看热闹，可不知道怎么的，酒瓶偏偏跟我和谢念安过不去。第一次，酒瓶就只到了谢念安。班长把卡牌递过来，谢念安抽了一张，众人凑过去，脸上纷纷出现了八卦的表情。一共恋爱过几次？最刻骨铭心的是哪一段？我也好奇地看向谢念安，他目不转睛地回看着我。一次和陈俊杰，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，仿佛在回应他的话。第2次指向我，哭得最伤心的是哪一次？为什么？有人轻咳了一声，那个班长跳过吧，俊杰才刚好。大家纷纷附和，默认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得病的那一刻。我握紧了谢念安的手说：“第1次化疗，我在背包里翻出谢念安毕业寄语的时候，因为最难受的时候，喜欢的人不在身边。”谢念安回握了我一下，手指渐渐收紧，游戏继续进行，剩下的都指向了别人。我还听到好几个有意思的八卦，其中有几个是指到谢念安的，无关痛痒。谢念安选择了喝酒，眨眼到了深夜，最后一局是谢念安有什么事想做很久了，班长都把酒杯递过来了，谢念安没有接，和陈俊杰结婚。昏昏欲睡的气氛再一次炸裂开来，在众人的哄闹声中，我难以置信地看向他。在今夜之前，我从来没奢望过跟谢念安结婚。班长喝多了，别人拉都拉不住，让我们恭祝眼前这对新人结束10年感情长跑。班长，话说早了，你这话留着婚礼上说。就是，我看他们不用请司仪了，你来上。大家哈哈大笑，随着出租车一辆辆的离开，今夜的热闹落下帷幕。班长搓了搓眼睛，拍拍我和谢念安的肩膀：“好，你们俩好好的，我等着喝喜酒。”看着班长离开的身影，我好像突然看到了婚礼现场，他当司仪活跃现场气氛的样子。我晃了晃谢念安的手，欲言又止：“叔叔和阿姨没意见吗？不用在意他们。”他喝了一些酒，有些醉意，回到家就一言不发地搂着我进了主卧。谢念安，等等，不等。他又吻住我，堵住了我所有的顾虑。我渐渐放弃了抵抗，任凭自己被带入无法言喻的情绪中。为了照顾我的身体，今夜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我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，迷迷糊糊间听到谢念安正在打电话，他尖锐冰冷的声音从门缝里透出来，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敌意。我走下床，悄悄打开门，谢念安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：“妈，我说得很清楚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你们不要插手。”我紧紧攥着门把手，掌心不知不觉出了层汗。我知道自己不该偷听，可双腿不听使唤一样，走到了客厅的拐角处。谢念安妈妈的声音清晰起来：“我不插手，难道要看你嫁一个随时会死的男人？你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，何必呢？”谢念安冷笑出声：“那你觉得我是因为谁才爬到这个位置的？”他妈妈突然语塞了：“没有陈俊杰，就没有现在的谢念安，你们谢家更不会出一位任劳任怨、查体都要陪着你们的医生，那你是应该做的。”
谢念安厉声道：“你们当年为了钱私自篡改我志愿，让我留在当地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”他父母沉默了。谢念安警告道：“你们要是还把我放在眼里，就对陈俊杰放尊重点，胆敢找他一点麻烦，别怪我不认你们。”伴随着砰的一声，电话被撂在了茶几上。与此同时，我冻得打了个喷嚏，被谢念安逮个正着。他起身，绕过拐角，直视着躲在背面偷听的我，愠怒的表情渐渐被无奈代替。他叹了口气，光着脚不冷吗？我挠挠头，我出来喝水，回去我给你倒。好的，我溜得飞快。谢念安端水进来时，我已经蒙住了被子，只剩下俩眼在外面。也许是刚跟他父母吵过架，他看起来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漠。我抱着被子爬起来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哪个？他们篡改你志愿的事？如果那天下午我没有登录系统修改志愿，我可能直到接到录取通知书才会发现他们改了我的志愿，所以不必因为我改了志愿感到自责。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。黑暗中，我又黏过去，抱住谢念安，学医苦不苦？不苦，骗人不骗你。谢念安慢慢捋着我的背，我有时候在想，人和人的相遇和重逢就是命中注定的。我声音发闷，哪怕我们一直没有遇到，你也会这样认为吗？谢念安目光灼灼，语气笃定。是的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谢念安和陈俊杰总会在一起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这天之后，我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起和谢念安结婚的事情。谢念安很笃定地告诉我，我的病生存率非常高，几乎不影响寿命，如果不复发的话，大概率是可以活成一个老头的。于是婚期大致定在了半年以后，趁这个时间，我想养养头发，结婚的时候至少不是2个光头。很快半年时间眨眼而过，我又变成了活蹦乱跳的样子，身上长了些肉，头发也茂密了不少，远远看上去面色红润，气血十足。这天我抽时间给爸妈打了个电话，距离上一次联系已经过去了9个月。喂，俊杰啊，你在京城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病情很稳定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。那就好，这么久没消息，我和你爸还想着去看看你，要不是你弟弟忙着小升初，我和他就去了。当年我生病后不久，爸妈就生了弟弟，他们的重心也全放在了他身上。其实我不怪他们，一个随时可能离世的儿子，的确比不过成绩性格样样优秀、身体健康的2胎。况且在弟弟降生之前，他们为了给我治病，花了不少钱。我赶在电话挂断前说：“妈，我要结婚了。”结婚？有人愿意跟你结婚？他脱口而出，语气里是藏不住的诧异。你认识的谢念安，他现在在京城，血液病方面的专家，挺好的。我和你爸都没有意见，能有个人照顾你，我们放心。结婚时间定了吗？婚礼在哪办？哎，等等，你弟弟把小狗的零食撒了，剩下的事改天再说。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，我那句见家长的话卡在喉咙里。谢念安捏了捏我的手，他们怎么说？我抬起头，愣了好半天，木木然说道：“他们养小狗了。”没人告诉我，从最开始爸妈每天陪在我身边，到弟弟出生后，爸妈轮流带我看病，再到我自己一个人外出求医，每周、每月、每半年一个电话，直到今天，家里养了小狗，没人告诉我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谢念安什么都懂了，笃定地握住我的手，结婚是我们2个的事，我们2个来定，好吗？好。婚礼最后定在了京城，没有大办，只是在领证当晚，请了同学和朋友们吃了个饭，班长又喝醉了，嚎啕大哭，非要现场主持，别人拉都拉不住。当晚气氛极好，在班长的主持下，我和谢念安也算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婚礼，收到了同学和朋友真心的祝福。发小扯着谢念安的袖子，非要他发誓要好好对我，众人闹作一团。第2天，我和谢念安开始了蜜月旅行，我俩约定好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拍很多合照，贴在家里的照片墙上。此后数年，我们走过了大江南北，山川湖泊，沙漠雪山，全部变成了合照里的风景。年轻的夫妻渐渐变得成熟，最后我在无尽的温暖中逐渐闭上了眼睛。当然，其实我只是等医生等睡着了。此时距离我们结婚已经过去了20年。我从医院出来，手里捏着身体健康的体检报告，看着谢念安倚在车旁等我的身影，我在心里许愿，我能健健康康的陪着他走完下一个20年。陈俊杰去世那年，已经是个小老头了，活蹦乱跳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。69岁病情复发，没撑过第3次化疗，离开了人世。此时谢念安已经是医学界有名的院士，许多人前来安慰他，都说老头子活了69岁，高寿了，18岁查出血癌，能活到69岁，赚了。就连陈俊杰去世前还握着谢念安的手，笑呵呵地宽慰他，我活到了69，你得夸我一句牛逼。我走了，你就拿着我的病历去发论文，闲暇时间跟其他小老头跳广场舞。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也腻歪了吧？谢念安只是紧紧握着他的手，不说话。这会儿的医疗水平较当年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，可那些治疗手段加诸在一个69岁的老人身上，依然过于激进了。保守治疗是谢念安和陈俊杰共同的选择，所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，谢念安显得很平静。他平静地料理了陈俊杰的丧事，回到了空荡荡的房子里。他和陈俊杰在一起40多年，没有一个孩子，老房子里骤然空了个人，一时间还难以适应过来。谢念安没有整理陈俊杰的遗物，他的衣服依旧挂在衣柜里，牙刷摆在洗手台上，阳台上养的那盆要死不活的吊兰，他还一直替他浇着水。那个照片墙，从28岁那年第一次度蜜月，一直到68岁，2人在苏州拙政园的合影，密密麻麻上千张，纹丝不动地粘在墙上。谢念安有时候就静静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照片墙发呆，然后到了饭点就出门买菜回来做饭。一开始他的学生都担心，常常上门来看，他们生怕老师想不开。可是，一连小半年，谢念安都在如常的生活，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还住起了书。他将毕生所学都写在了书里，学生们渐渐也都放下心来。一眨眼又过了5年，谢念安已经是74岁高龄了，感个冒都要咳嗽半个月的程度。这天是他和陈俊杰的结婚纪念日，学生们知道他要去公墓祭奠，就没来叨扰。谢念安起了个大早，穿
穿得干干净净，用焗油膏染了头发。去的路上，他特意挑了束玫瑰花，刚醒开还带着露水。谢念安照旧先去找了墓园的看守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。对方看见谢念安来，乐呵呵的搭话：“念安又来了，有没有收到他的信？”看守在信箱里翻找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今年没有了。”谢念安点点头，径直走了进去。他来到陈俊杰的墓边，将玫瑰花摆在他面前，然后挨着墓碑坐下，从怀里掏出一沓子保存完好的信，每一封都用密封袋保护起来，连个角都没有折。这是陈俊杰去世后公墓看守陆续收到的陈俊杰写给谢念安的信。陈俊杰交代过看守，如果他不来看我，就不用特意交给他。为什么？那代表他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。如果总来呢，那就给他。谢念安翻开了第一封，虽然内容早已烂熟一些，可还是逐字读起来。谢念安，是不是想死我了？打住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想想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，要好好活着。你学生前些天还找我诉苦，说学术上遇到难题了，为了全人类的发展，你得努力啊。还有我的吊兰，给我好好养。冬天记得拿进室内，夏天避免强光直射，少浇水，以免烂根。明年有时间带着吊兰来看我。第二封来自第2年，好，吊兰都让你给养活了，先天植物圣体，早知道养个孩子了，让你小心翼翼的。好了吧，老了都没人陪你。你最近有没有看上的老头？有了可以跟我说说，死了老伴的最方便。我在下面给你打听打听。中间夹杂着几封碎碎念，突然想起34年咱们在九寨沟吃到的牦牛火锅，好吃的要死，早知道再去一次了。再去一次吧，就当是为了我。夏至南方的荔枝就要熟了，贵味最好吃，坐飞机去吧。啊，好多地方没走完啊，江西才去了一半。我记得你特别能吃辣，现在还能吃吗？谢念安看着就笑了，他能想象到陈俊杰说这话的样子，絮絮叨叨，就像活着时一样。一沓子信很快见了底，就剩下最后一封，是去年寄来的。你又来？你怎么年年都来啊？生活已经无聊到这个样子了吗？怎么会有人无聊到跟一个死人聊天啊？大教授，怎么办？我写不动了，我总是怕你脑子一热下来找我。絮絮叨叨给你写了这么多，数了数，应该有20多封了吧？哈哈哈，我打赌你肯定看不到这里。这会儿你应该开始新生活了吧？恭喜！但是如果你依然能看到这，好吧，我承认我很感动，可也要到此为止了。谢念安，我不会再写信了，真的很抱歉丢下你一个人。有时候想想，我只会你跑这跑那的，一厢情愿的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很过分。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都不一样，我不会再干涉你的任何决定，我不会再祝你健康长寿，我会祝你心想事成，永远快乐。谢念安看完全部的信件，用密封袋再次包裹起来。这一年的深秋，他真的没有再收到陈俊杰的任何信件，也许他也不再需要信了。公墓的守卫晚上喝了点酒，睡了过去。一夜之后，外面大雪茫茫，昨夜下雪了。他提着扫帚，摇摇晃晃的朝里走，路过一排排的小房子，转角处视野骤然开阔。他打了个9格，远远看见一个人靠在墓碑旁，身上盖了皑皑白雪，他蜷缩着，怀里抱着什么东西，一动不动，像睡着了一样。看守走过去，看到老朋友的眉毛上结了一层霜，他抬手推了推，喂，念安。谢念安直挺挺倒了下去，享年74岁。在分离5年后，谢念安在凛凛风雪中，迷迷糊糊好像看见了陈俊杰的身影，他是一团温暖的光球，笑着在远处朝他招手。谢念安抬起脚步朝他走去，与他五指紧扣。人和人的相遇和重逢就是命中注定，谢念安和陈俊杰会在一起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